他从学生时期就帅到踏入职场，东岳向来是周围人羡慕的焦点，但他自感可能缺乏些许情感。刚上班那天，他在街头偶遇一位冰冷属性到不行的家伙，冰是被冰封，双脚站不起来。他解释说太激动了，第一天上班，结果冻得连路都走不了。这样的情况对东岳来说还是头一遭。他原本想伸出援手，谁知道泼上去的热茶根本没用，于是就问冰室要不要喝点茶暖暖。两人就这么站在河边，边喝茶边聊。不一会儿，冰室身上的冰开始裂开，他感叹春天真是太美好了，能在街头遇到好心人真幸运。冰室透露自己其实是玄女的后代，所以那边的虚构推理那两个人这么久了，大家都以为玄女的后代喜欢冬天，但冰室其实更爱春天这种偶遇的季节，因此他很感谢东岳的帮助。事情搞定之后，他们互相道别，急匆匆的去公司了。冰室心里想着还能不能再见到东岳，但谁知道世界这么小，缘分这东西真挡不住。他们不仅是同一家公司的，连座位都挨着。冰室一高兴就像天降大雪，边上的女孩子突然也兴奋起来。再看看旁边的两位同事，女孩子胡森是妖狐后代，而男同事亚岛和东岳一样是普通人，就他们的上司看着像是佛祖转世。东岳家里还养了只猫，他外表冷酷，在家对猫咪却无比柔情。此刻东岳和冰室都对第二天上班充满期待，真有人早起来上班啊！东岳发现上班后周围的飘雪难以抑制，他虽然喜欢花，但不能靠近，一靠近花就会被冻住。东岳看得挺难过的，特地去查了些资料，第二天带了一包稻草到公司，稻草垫点花就不容易死。冰室看了直呼东岳真是个好人。东岳走后，冰室一激动，身边就飘起了雪花，让旁边的亚岛和胡森都愣住了。冰室不仅爱花还爱猫，情绪一高就飘雪，所以小猫总躲着他。东岳看他有点落寞，就拿出家里猫的照片给他看，还把猫的胡须送给冰室。摸不了猫，摸摸胡须也好，胡须还能带来好运呢。虽然这么说像是送男生护身符似的，东岳觉得有点不好意思。沈岛和胡森也被风雪弄得满脸都是，他们以为冰室就喜欢猫胡须，其实冰室更在乎的是东岳。想到东岳那么帮助自己，冰室决定要回报东岳的好，所以买了东岳提过的甜点。东岳知道那甜点很难买，冰室没说自己找了整整1周，但东岳能感觉到他的用心，所以马上感谢了他。冰室被这番情谊击中，尤其是东岳夸赞身边的小雪人可爱。旁边的亚岛和胡森想说话了，觉得他们俩感情太好了，一提东岳，冰室就飘小雪人，虽然可爱但被砸还是很疼的。到了下班时间，冰室竟然钻进了雪洞，似乎一滴落就会这样。大副部长说冰室不小心丢了工作文件，明天交也行，但冰室坚持今晚就要完成。东岳思考后问他要不要帮忙，冰室周围的雪洞图文他了，但说自己能应付。东岳点头，然后转身走了。接着其他同事也陆续离开。冰室忙到一半的时候，原本走了的东岳又回到了公司，还递给他一瓶饮料，叮嘱他不要太逞强。冰室愣住了，天哪，东岳真帅，不仅可爱还很照顾人，他太喜欢了。几天后，亚岛感冒了，还在坚持工作却没什么进展。冰室看他不愿意休息，只好叹气帮他做了大部分工作。东岳看到这场面，夸他是个好人。冰室表面不显，心里却开心的飘着小雪人。真岛觉得他虽然冷漠，其实内心善良，就是被小雪人砸到，确实挺痛的。上班1个月后，他们的关系更好了。部长宣布下周新人旅游在冲绳，但冰室去冲绳就麻烦了，4天3夜的旅程，这公司也太热了吧。胡森拉着东岳去买泳衣，虽然是研修，晚上还能自由活动。东岳发现冰室看起来心情不佳，一问才知道他很想去海边，但一激动就能把海水冻住，他担心会影响别人玩乐，但因为是公司组织的必须去，所以整个人都很沮丧。东岳上网查了查，竟然做了一个海浪鼓给冰室，希望通过这个鼓让他是海浪声，如果不能去海边会感到孤单。冰室怎么能抵挡得了这番心意呢？回家后决心要和东岳一起好好享受冲绳。东岳还特别制定了去冲绳的行程，冰室开始了密集训练，什么健身达人，终于迎来了去冲绳的日子。由于支持的特训，冰室适应的挺好，大家上午忙着完成研修任务。胡森看天气不错，提议大家去海边。4月的天气还算凉快，冰室就躲在遮阳伞下避光，这样他就不会有事。东岳突然问他真的会融化吗？冰室因为之前的特训，所以能把自己的能力控制得很好。东岳之前也来过冲绳，但遇到了台风，只能待在酒店，这他特别期待这趟旅行，还把自己制作的旅游指南给了冰室。看到东岳那么期待，冰室也挺兴奋的。冰室偶尔会说一句关西腔，东岳递给他一张猫咪的照片，也学着说了一句关西腔。冰室被东岳的可爱整得不知所措，但他不想毁了这次旅行，只好强忍着。研修结束了，大家开始自由活动，逛街吃东西，进了一家土特产店。冰室本来想买个狮子摆设，没想到东岳也看上了同一个，他让东岳先挑，东岳决定一起挑选。冰室都不知道是东岳还是那狮子更可爱，一时兴奋，商业街突然烧起了雪花。路人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冰室满心欢喜回到了酒店，还在想这种幸福感是真的吗？然而醒来后被告知今天高温警报，冰室惊慌失措，立马去小卖部买冰块，温度一下子上来了，连便利店的冰箱都罢工了。东岳吃饭时突然发现冰室不见了，知道今天天气热的不行，他赶紧拿起手机出门寻找，担心冰室已经在哪里开始融化了。这时候他突然感受到转身在花丛间找了一圈，看到冰室把自己裹起来躲在一个角落，整个人缩成了一个小男孩。原来一旦天热他就会变回小孩子模样。
样，冰块能稍微缓解一下，但便利店出了问题，这么一来就无法参加接下来的活动了。如果这样下去，它会融化的更严重，只有冷却一下就能恢复原状。但是附近的便利店要走上2公里，冰室担心东岳会累坏了。没想到东岳反应挺快，竟然从酒店的小零食里找到了冰激凌。他递给冰室冰激凌，看得他吃得津津有味。东岳觉得平时高大的冰室今天看上去小巧可爱极了。在得到冰室的同意后，东岳轻轻摸了摸他的头，冰室一闭眼就羞涩的变回原样。东岳吓了一跳，有点尴尬。早上还在研修，恨着自己的手开始羞涩。这时的冰室也回想起被摸头的情形，脸红耳热，申导还以为是雪女后羿发烧了呢。然后大家被部长拉去居酒屋吃饭。胡森发现晚上还有烟花大会，虽然时间可能来不及了，但胡森还是挺想去的。大家吃饱喝足后，东岳问大家想不想绕道去，结果大家到了山顶就看到了烟花绽放。东岳在做旅行手册时就注意到了这个地方，所以才带大家一起来这里。大家都忙着拍照留影，这时候东岳突然意识到早上见到缩小后的冰室，他不自觉的就给他拍了张照。东岳想了下，决定把这照片保留。也许冰室也希望来年还能和东岳一起赏花火。刚入职的时候都在做岗前培训，现在培训刚结束，部长要开始分配大家的具体工作了。冰室有点担心自己会被分开，不再和东岳在一起。他一想到这就心里发慌，只好抱着东岳送的小猫咪毛绒玩具许愿，希望自己能和东岳被分到同一个部门。这时候东岳也在想，这是第一次有这么好的朋友，如果能在一个部门就完美了。冰室满怀期待的看着公布的名单，结果4个人竟然组成了一个小队，他乐得直叫。第二天一到公司就发现不仅是同一个部门，他们2个还成了邻座。冰室乐坏了，听胡森那么一说，简直觉得这是命中注定。单纯的冰室听了都有点受不了，兴奋的冷气都冒出来了。想到之前东岳对他的帮助，冰室决定要好好报答。结果第2天就收到了精准的网络广告，邀他去他喜欢的餐厅吃饭作为感谢。于是冰室偷偷摸摸的打探东岳的口味，结果发现他啥都能吃。他开始琢磨到底该带东岳去哪家餐厅，他索性直接问东岳喜欢什么菜，东岳却说他啥都吃。冰室顿时陷入选择困难，开始思考别的选择。东岳看出他有点不对劲，冰室把所有的餐厅都评估了一遍，决定今天就要请东岳吃饭。结果一紧张把自己冻成了冰块。东岳问他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，冰室点了点头，今天有个特别重要的事要说。东岳握拳说他会按摩，能帮忙缓解紧张。然后冰室就被按摩的好彻底，他鼓足勇气请东岳晚上一起吃饭。东岳一答应，冰室就忙着去订餐了。说到晚上的双人晚餐，感觉自己像是在约会似的，激动的小雪花都跳出了。申导摇头说这小伙子太透明了呀。下班后他们一起去了餐厅，可能因为太紧张，2人看着挺僵的。到了餐厅，东岳觉得这里的菜挺对口味的，冰室听了乐呵呵的。其他人狠狠地解决了一顿西冷牛排。东岳好奇冰室在想啥，他不说话时真的很难猜。冰室脑子里全是东岳的好看和可爱，人生没伴也只能硬撑了。东岳担心冰室和他在一起会不开心，其实冰室就是被东岳的倒影迷住了。2个人都在想要不要找点有意思的话题，但他们都不知道该聊啥。这时候公司打电话给东岳，东岳去接电话，服务生问冰室今天是不是约会呢？冰室害羞的点了点头，说今天是他最开心的一天。东岳接完电话回来了，冰室脸红红的问东岳听到了没，东岳也害羞的点了点头。2人的点头，服务生笑着说真是高端大气。东岳这才明白，连害羞的冰室也能化成小孩子。申导问冰室晚饭怎么解决，冰室脑海里全是在和东岳吃饭的事。申导叫了半天他都没反应，他一开口就是东岳在前头。冰室一听到关键词就激动了，亚导摇头说这男的太容易懂了，这真是太容易看透了。另一边胡森也在问东岳怎么看冰室，正好碰上冰室和亚导在路口相遇。申导赶紧抓住冰室的胳膊，准备看看东岳怎么说。东岳坦白说他们俩关系其实一般，毕竟2个人连电话都没互留，甚至都不清楚对方周末都忙些啥。冰室听了有点示弱，但东岳接着说虽说没互换过联系方式，他还是挺关心冰室的，还想跟他一起去堆雪人打雪仗。冰室听了赶紧捂嘴，激动的说我也是。亚导都惊呆了，你们俩竟然连联系方式都没交换过。下班后东岳的用户名竟是他家猫的名字，感觉就像是在跟小猫聊天似的。东岳说他回到家还会发些猫咪的照片给他，冰室特别气的，结果他收到的是东岳抱猫的自拍，这种甜头谁能受得了？他发誓这照片要保存一辈子，结果太兴奋把手机都冻坏了。第2天他看到东岳的屏保竟是他们一起看烟花的合照，他乐得像朵花儿一样。其实东岳的主页背景是他小时候的照片。冰室走到半路发现自己没带钱包，转身回去拿，东岳急忙放下手机，2人一起去买午餐，没想到碰见冰室的老友。冰室介绍这是他从小玩到大的火鸟，说他是不死鸟的后代。原来火鸟曾是个艺术家，大家都好奇他为啥突然改行。这时候戴眼镜的鹦鹉探出头来，看着火鸟一脸微笑的跟去，大家这才懂了为啥。东岳抱着文件在拐角撞到了冰室，冰室弯腰帮他捡起掉落的文件，还翻到了一张电影海报，是一部超可爱的儿童动画片。东岳有点不好意思的说他挺喜欢这部电影的，当初那部片子刚上映他也是跟一群小朋友一起看的。冰室觉得他真敢，看到东岳那么喜欢，他也想多了解东岳喜欢什么，就打算自己也回去看看第1部。东岳提出一起去看续集，冰室2话不说就答应了。对于这种机会
怎么能错过呢？回到家他就赶紧把第一部看了，知道东岳也正在看的时候，他挺激动的，知道网上预订续集的票。东岳说他来买票，还问冰室想坐哪个位置。冰室心想只要能和东岳坐一起就行。他在想电影结束后是不是该去吃饭，但东岳没提，他也犹豫要不要提出来。电影前一天他们俩都特别兴奋，晚上都没怎么睡好，第二天还是准时到了电影院。恰好也在影院的亚岛看到了他们，他不由得摇摇头，觉得他们进展真快，自己却还是一个人看电影。没想到火鸟竟然也坐在他旁边，两个单身汪互相对视，都露出了尴尬却礼貌的微笑。这时候冰室看到东岳笑了，他也情不自禁的笑了。好在影院播的正是学姐，两人感觉就像是 3D 效果。看了电影的情节，冰室庆幸自己遇到了东岳，他猜到一个不同于小时候的结局。看到东岳被剧情感动，他赶紧递过去手帕。冰室心里暗叹满足，他真的特别喜欢东岳。电影结束出来后，东岳好奇冰室高兴时周围会飘着小雪人，他不禁想知道他哭的时候会怎样。冰室说这是个秘密，他本来打算电影后邀请东岳去吃饭的，结果一看时间才下午4点，东岳反倒邀请他去喝茶了。冰室开心的跟着去了。另一边的亚岛和火鸟刚看完一个3个半小时的电影，两人无言。第二天工作时，冰室得知要加班，本来心情不好，但碰巧东岳也在加班，他心情突然好转。他给东岳泡了杯咖啡，两人坐着等电话。东岳本来今天要和胡森吃饭的，加班的原因只好取消了。胡森改约了旁边的亚岛，亚岛点头表示同意。好吧好吧，你这是没朋友啊。两人走了一半路，突然碰见了鹦鹉和火鸟，他们已经约好了一起出去，还发消息给了东岳。这时候冰室看出东岳有点失落，他决定要让东岳振作起来。同时真岛和火鸟在聊电影院的事，火鸟去电影院的是因为鹦鹉提到他喜欢大米，加上那部电影的主题是大米。这时亚岛跟他们说他在电影院见到了冰室和东岳。胡森听了立刻兴奋起来，他们俩关系已经那么好了吗？冰室还在想怎样让东岳开，东岳怕气氛太冷，就提议玩词语接龙，不管多幼稚，只要是东岳想做的。于是他们开始玩接龙，冰室每次接龙都不自觉加个 dick 心。东岳想了好久说了个喜欢，冰室的心跳猛地加速，差点控制不住。4个人还在猜他们看的是什么电影。冰室和东岳在公司玩着词语接龙，东岳等的电话终于来了，还得继续加班。东岳叹了口气，问冰室打电话时是不是会在纸上涂鸦。冰室点头，然后立马示范了一下，结果两个人的画风都差不多，种族都分辨不出来，但他们俩都给对方画了个头像。胡森收到了东岳发的消息，换了个新头像。火鸟因此被冰室狂轰滥炸，才明白两人互换了头像，4个人因此对 GP 感情大增。最后第2个电话终于来了，两人总算可以下班了。冰室鼓足勇气邀请东岳一起吃晚饭，东岳笑着答应了。冰室开心极了，虽然加班，但这是件好事。冰室发现他可以收集小猫电影的卡片，所以最近买东西都选他们家的联名产品。这时胡森端着他爱的炸油豆腐走过来，作为妖狐后裔，他特别喜欢这个食物，一提到这食物，胡森就乐得摇尾巴。深岛提醒他尾巴把裙子顶起来了，胡森叹气说他一高兴就控制不住。亚岛建议他索性露出尾巴和耳朵，毕竟这样很萌。胡森脸一红，亚岛又瞥了尾巴一眼，他没说只有尾巴可爱。冰室和东岳都想兑换小猫的周边，胡森的生活则更为轻松，早起挑衣服化妆，急匆匆的挤上电车。与东岳和冰室的稳定生活大不相同，每天都是定时到公司。胡森叹气，觉得做人类真不容易，但到公司后被东岳的糖治愈了，糖果里还附赠了个狸猫玩偶。深岛见到这狸猫立刻表示怀念，他小时候也收集过类似的赠品。胡森脸红，决定也开始收集，大家更喜欢狐狸比狸猫。胡森午休回到办公室，桌子上突然多了一只小猫，他觉得这小猫不像是东岳送的，可能是别的同事放的，随便就放到了他桌上。过了2天，胡森又发现了一张新的卡片，看样子不是冰室的手笔。从那以后，胡森就一直收到各种卡牌，他对这些小玩意儿挺有兴趣的，因为他们看上去真的很好玩。这时候冰室发现他的积分不够了，东岳也发现了这一点。胡森终于攒齐了整套卡牌，他很感谢那位神秘人的帮忙，他已经集齐了整套卡牌，有点遗憾没有机会和别人一起收集。没料到这时深岛突然走了进来，手里还拿着一个小黄鸡玩偶。胡森这才明白，原来是他一直在帮忙收集。深岛告诉他，新系列的第7部已经出了，这一部里还有狐狸角色呢。胡森听了非常开心，问深岛为什么要告诉他。深岛看了他一眼，说因为自己也喜欢狐狸。两人说完都有点小尴尬。这时候东岳把自己的积分卡给了冰室，他平时吃面包也攒了不少积分，想了想积分凑不齐就给冰室好了。冰室突然觉得这是不是天使降临，最终他的积分足够换了一套盘子，他把其中一个盘子送给了东岳。这时候火鸟来找他们，说有事想要商量一下。他抱怨以前照顾他的鹦鹉前辈开始冷落他了。听了火鸟的话，觉得他可能太粘人了。火鸟觉得自己真的想帮助鹦鹉，他对鹦鹉说了句希望能成为他一生的依靠。话音刚落，鹦鹉就开始躲避他了，这不就是所谓的直球攻势吗？火鸟说要是鹦鹉真的讨厌他，他宁愿去死。冰室直接回他，你又不是真的会死掉。东岳也安慰火鸟，其实鹦鹉可能并不讨厌你，只是你得改你说话的方式。正巧这时候鹦鹉过来了，他按住额头提醒火鸟别说容易让人误解的话，然后让他在公司守着，自己去外面跑业务。东岳问这真的只是误会吗？火鸟摇头说自己是认真的。在遇到鹦鹉前，他在咖啡店里边打工边做艺术创作。鹦鹉对工作的热
热情深深感染了他。通过工作，他更了解了鹦鹉，对他的喜欢也越来越深。刚来公司时，他一窍不通，鹦鹉开始对他不怎么上心，但很快就被他的努力打动，在新手期间一直陪着他。火鸟一旦被鹦鹉表扬，就特别开心。不过不久，鹦鹉接到坏消息，他们的一个合作伙伴要断约了，原因是竞争对手的 CEO 的儿子去了那家合作商。会议室的气氛一下子变得很紧张。火鸟正想鼓励大家，鹦鹉突然拍桌站起来，说要去找新客户。看着这么认真帅气的鹦鹉，火鸟心里激动的不得了。后来火鸟无意中拉来了一个大客户，公司的业绩直接飙升，但火鸟觉得这都是鹦鹉的功劳。没想到发现鹦鹉在哭，鹦鹉说他其实一直在强撑，幸亏火鸟成功了。火鸟觉得鹦鹉显得更加真实，他超级喜欢这样的鹦鹉，但不管他怎么表白，鹦鹉总是不当回事。东岳觉得他天天追在别人后面表白，人家都已经习惯了，如果真的想表达，就该换种说法了。火鸟假装在东岳面前练习表白，东岳觉得这更显得假。冰室看得不耐烦了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生气的把火鸟冻成了冰雕。火鸟倒觉得这样证明他的方式有效，马上来了精神，决定去向鹦鹉表白。东岳叹了口气，他也想能和冰室在一个学校。冰室想象中的记忆被补全了，他完全抵挡不住东岳的魅力。冰室有个弱点，他不敢直视别人的眼睛。胡森和东岳决定帮他训练，东岳让冰室和他对视10秒，结果两人都害羞的移开了眼神，冰室甚至躲出门外平息心跳。这时部长突然给了他一对游乐园门票，他本来对游乐园不感兴趣，门票是客户送的，冰室却喜欢这种可爱的东西。东岳一出现，部长就把票交给了他们，这算不算帮忙？真的是佛祖不是月老。冰室知道这是东岳第一次去，决定准备攻略，让他玩得更开心。第二天，冰室在查找游乐园资料，胡森发现了他的门票。胡森是那个游乐园的常客，他问冰室最喜欢哪个角色。花车巡游时，你想看哪个猫猫跳舞？冰室震惊，这才是专业的吗？他感到了自卑。胡森鼓励他一定要去体验一下。东岳以为胡森特别喜欢那个乐园，于是想把票给他。胡森吓了一跳，急忙拒绝，赶紧解释说自己有年票，差点让冰室记恨一辈子。于是东岳邀请他一起去，冰室黯然神伤。胡森感觉3个人一起有点尴尬，就把旁边的亚导也叫上了。冰室还在那边郁闷呢。东岳兴奋地说他很期待，他一听这话，立马心情大好，看到他这么容易哄开心，他们都松了口气。到了周日，大家一起去了游乐园。刚进门，东岳就看到一个迷路的小孩，他拉着冰室准备带小孩回动走失处。冰室看着东岳真是太温柔了。胡森回头叫大家一起玩，结果一看就有亚导还在。知道看到东岳和冰室在一起送小孩，觉得这是给他们创造单独相处的机会，就拉着胡森一起去玩其他的，还故意问他是不是不想单独和他在一起。火鸟笑着说这家伙开始会撩人了。亚导委屈地说这都是真心话。东岳和冰室决定在儿童走失处等待，等小女孩的父母来接他。很快父母就来了，他们就可以离开了。冰室决定发消息给亚导集合，申导看到电话但没接。胡森开始有点担心了，亚导又问他是不是不想和他单独相处。胡森脸一红，但还是没什么反应。东岳感到有点愧疚，冰室原来真的很想来游乐园，结果还陪他去送小孩。冰室摇摇头，光是能看到这里的人他就已经很开心了。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他更想待在东岳身边，比起那些玩偶，冰室觉得东岳更加可爱。这时候一个小男孩不小心摔倒在他们面前，冰室马上上前帮他起来，然后安慰那个小男孩。东岳感慨地说真是肯定会是个好爸爸。冰室脸红了，东岳问他接下来想去哪里玩。冰室特别兴奋，像发了疯，拿出小本子记录点滴，带东岳去那座充满猫咪的游轮，真是个专门为猫咪设计的乐园，到处都是萌萌的猫咪公仔，还有一个跟他家猫简直是一模一样。逛完一圈，他们去吃午饭了，吃完还去参加了猫咪游行。冰室其实不太喜欢拥挤的地方，但有东岳陪着，他觉得这里特别好玩。两人玩到天色渐暗，最后还一起坐了摩天轮。东岳感觉冰室说的太对了，这个乐园真的很能让人幸福。冰室乐得不得了，觉得这趟没白来。在他们准备离开前，决定去买点小纪念品。东岳挑了对猫咪图案的杯子，冰室有点心动，发现居然是同一款，他觉得拿到办公室也挺合适。东岳笑着说这样办公室可能会议论纷纷。冰室心想让他们议论去吧，正好也亲近，鼓起勇气想要向东岳表白，话还没说出口，胡森和亚导突然出现，他们邀请大家一起去赏花街巡游，不只有猫咪表演，还有专属游乐园的烟花秀，大家一起拍了好多照片。冰室的目光始终留在东岳身上。回家路上，胡森和亚导聊得起劲，东岳做了个嘘声的手势，因为冰室已经在他肩上睡着了，两人看着觉得温馨极了。回到家后，他们看着买的那些周边，把相同的盘再摆在一起，特别高兴。如果中了10亿，你们有什么打算？他们聊天聊到了这个话题，东岳算了算每天能喝多少星巴克，他们家最近推出了新品，是限定版的南瓜黑椒味。东岳问这算不算黑暗料理呢？但因为太多人了，他们一直没买到，大家都好奇这种奇怪的口味。没过多久，第二天早上，冰室经过一家星巴克，店内正好没什么人，他就顺手买了4杯打包，毕竟它自带冷藏功能。等他带到办公室一看，没想到东岳也带了4杯来，两人对望一眼，突然笑出声。这俩人真是心有灵犀。后来把饮料分给了旁边的火鸟和鹦鹉，最后还剩下2杯，其中1杯给了部长，还有1杯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处理。这时东岳看到休息室墙上的告示，是社长发起的万圣节装扮比赛，社长恰好路过，东岳就把最后1杯
饮料给了她。社长是个很有魅力的年轻女性，她其实也有妖怪血统，也是因此提议办这个装扮活动，胜者将获得100万日元奖金。大家立刻热情高涨，准备参赛。鹦鹉和火鸟属于别的团队，不这算。东岳觉得火鸟以前做过艺术家，应该能制作一些很酷的道具，可那种艺术对现代人来说太前卫了。大家讨论要扮成什么样的角色，冰室总觉得东岳穿什么都合适。出乎意料，他们最后选择了一个不露脸的南瓜服装。冰室心里有点不是滋味，但还是决定陪东岳去买装备。结果到了那儿，发现他的套装已经卖光了。他本来对那套装就不是很感冒，但看到东岳有点沮丧，他立刻决心非买不可。结果跑了好几家店都说卖完了，结果两人决定尝试其他服装。东岳换上了吸血鬼的装束，冰室看得目瞪口呆。他陪东岳一起回家，东岳轻轻戳了戳他的额头，当作是因为刚才没给糖的惩罚。冰室的心跳猛地加速，几乎要被风雪吞没。宴会的日子眼看就要到了，大家工作一结束就是晚宴时间。今天东岳的见客户工作挺多的，只好把晚宴的时间稍微推后。冰室和另外2人准备去换装，路上遇见了神色恍惚的火鸟。火鸟说是他不小心把自己和鹦鹉的服装忘在家里了，回家拿至少得花上1个小时。晚宴8点结束，他怕赶不上，穿这套服装单是团就得1个小时。火鸟为了给鹦鹉惊喜，一直没让他看过自己修改后的服装。申导觉得他不大来正好，胡森就提议他假装忘记带衣服的那个人。如果真的要扮演恐怖角色，就扮成明天要交的文件就弄丢了的员工，或者是吃完高级餐厅发现没带钱包的客人。不得不说，这确实够吓人的。但社长马上拒绝了，不扮妖怪就没那种感觉。东岳刚好下班了，预计大概7点半能回到公司。得知火鸟忘带衣服的事，他立刻提了个建议，用废弃的文件剪成条状绕身体，这样可以扮成木乃伊。冰室感叹东岳实在是太机智了。随后3人换上了吸血鬼的装扮，发现部长直接用1块布做成了大服装，社长则扮成了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红心皇后。这时冰室收到东岳发来的信息，他已经到了公司，正在换衣服，叫冰室和胡森快点过去。2人一到就看到东岳嘴角流血，冰室吓得脸色大变，东岳连忙擦掉说那是假血。冰室这才长舒一口气，跑到房间，稍微有点不好意思自己吓成那样。这时候东岳心里也微微动了动，因为今天冰室的装扮和平时完全不同。胡森差点兴奋到晕过去。第2名是冰室他们团队，第1名却是利用废旧物品的火鸟团队。为了感谢东岳的灵感，火鸟他们决定把奖金分给大家，加上他们作为亚军的3万日元，大家打算下次一起去吃顿大餐。这时东岳和冰室都因为害羞互不对视，2人各自回办公室拿包。东岳有点不好意思地喊住了冰室，他今天到的比较晚，还想多享受一下万圣节的氛围，问冰室愿意不愿意和他一起穿着装扮回家。没想到2人在回家的路上发现南瓜服装已经被人买走。万圣节一过，接着就是圣诞节。冰室非常想和东岳一起过圣诞，他经过首饰店时看到一对雪花形状的耳坠很漂亮，记得东岳耳朵上有洞，他决定买下来送给东岳。圣诞节的时候，他们4个人都去了滑雪场，这一次是胡森发起的。胡森前段时间抽中了头奖，所以能免费去滑雪场。东岳本来不会滑雪，但被胡森邀请后决定试试看。见到冰室和亚导也来了，胡森干脆一起叫上他们，晚上还能办个圣诞派对。作为铁皮队长，自然要把东岳和冰室凑到一起，和喜欢的人一起滑雪。冰室激动的不得了，他决定好好教东岳滑雪，但是那些天妇流的话他根本听不懂。东岳试了试，还是摔了一跤。虽然觉得东岳很可爱，但冰室意识到自己教技能可能有点水，幸好胡森是专业的，在他的帮助下，东岳渐渐滑得越来越好。冰室有点自卑，感觉自己没什么用。东岳已经基本学会了，大家决定去山上转转，听说山上有家咖喱超级好吃。他们坐缆车直上山顶，看到一路上都是狐狸的小脚印。胡森开玩笑说那脚印像极了他妈的，大家一听还以为胡森妈妈真的是狐狸呢，都兴奋地说要去胡森家玩一玩。胡森笑得前仰后合，他解释说他妈长得和常人一样，他只是随口一乐。申导突然对冰室的家庭也好奇起来，冰室说家里人挺普通的，还有个小妹，知道他妹妹冬天还在滑雪场打工了。大家都觉得这也太巧了吧。东岳听说还挺想见见冰室的妹妹，他们4个一起到了山上的小屋吃饭，结果一看冰室的妹妹真的在这里工作，她叫小雪，是个模特，还兼职做网红。胡森看的眼睛都直了，好奇她的社交账号是什么。亚导已经把人家的账号搜出来了，还发现她的粉丝超级多。小雪看起来有点不好意思，因为炸火的那个视频是个大胃王挑战，这跟她想要的形象完全不同。但东岳看了觉得挺可爱的。这时小雪认出了东岳，她高兴地说冰室经常提起过她。冰室一听赶紧捂住嘴巴。小雪趁机挤过来和东岳说悄悄话，她说雪女后代的情绪容易激动，她还担心冰室在公司会惹麻烦呢。东岳摇头表示冰室对他们帮助挺大。小雪听了挺开心的。东岳注意到她的眼睛和冰室很像，他温柔地笑了笑。小雪一看就羞红了脸，她突然抱住东岳说她喜欢他。冰室看了直接傻眼。晚上大家在屋里开了个章鱼烧派对，东岳还担心冰室会不会不适应这么烫的食物。冰室马上摇了摇头，他说他特别爱吃章鱼烧。其实东岳做的啥他都爱。东岳偷偷跟冰室说他的那份会多放点章鱼。冰室的心脏都快跳出来了，东岳真的太可爱了。大家都高兴地吃了一顿美味的晚餐。这时候发现酒不够了，东岳和冰室站起身去补货。
货，路上他们看到了一棵巨大的圣诞树。东岳觉得那棵圣诞树真好看，但冰室眼中它比圣诞树还要美。他马上把手中的礼物给了东岳。东岳一看是条毯子，有点害羞，明明自己什么礼物都没准备，但他觉得在雪上也不冷，因为有冰室在，他感觉心里暖暖的。冰室感动的心都快跳出来了。等酒时，他们俩望着外面的雪花叹气，申岛瞥了胡森一眼，附和说雪花真的很美，但到底是雪景还是人更美，这个只有亚岛知道。本来冰室想送东岳一对耳坠，但他在过马路时听见女孩们的聊天，说不熟的人送不喜欢的饰品很尴尬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最后决定换个礼物。不过东岳觉得毯子特别暖和，他觉得妹妹面前的冰室完全不一样，能来这里滑雪真好。了解到冰室的另一面，他很开心。冰室脸都红了，马上发消息夸妹妹做得好。小雪回复真是够了，快新年了。冰室翻找抽屉，发现自己和东岳留下了很多东西。公司突然宣布放假，东岳感觉社长似乎有点累，听说他的热情在圣诞节就耗尽了。这时亚岛说要去处理废弃文件，东岳看到桌上他和冰室画的画，问他要不要扔，冰室坚决不同意，他打算把这东西当做传家宝保留起来。冰室回家的路上忘记戴手套了，双手冻得通红，因雪女的后代都怕冷，他的手却暖洋洋的。听人说手冷的人心地很软，东岳有时候觉得自己心情冷漠，但冰室总觉得他心底特别柔软。东岳笑着决定把手上的温暖分享给他，路过的孩子们都觉得他们俩感情真好。跨年夜的时候，冰室的房间一直很整洁，根本不用打扫。小雪想拉着他来帮忙直播，让他试试能不能堆几个小雪人。冰室说自己做过来，小雪拿出照片示意他，冰室竟然真的堆出几个来了。这时候东岳发来新年的祝福，胡森这时问东岳除夕那天开不开线上年会好呢？东岳在收拾房间，上线之前花了一会儿时间。冰室原本闷闷不乐，看到他立刻笑了起来。胡森问东岳家是不是有猫了，东岳点了点的起身去找猫。他穿的是校服的运动裤，还有自己的名字，被人发现后有点尴尬。看到这一幕，冰室的笑容就像带了特效一样。火鸟和鹦鹉也进了聊天室，两人都用火鸟的绘画做背景，火鸟为虚拟背景，因为他刚搬完家还没收拾，房间还一片乱。之前他上班要1个小时，现在走路5分钟就到。大家聊了一会儿，火鸟提议新年一起去神社参拜。东岳说他会穿和服去，冰室听了马上兴奋起来，还给自己加了特效。大家约好了一起穿和服去神社，但胡森说今年有事要在老家过，不能去。大家忘了问他老家在哪里。大家正在讨论去哪个神社，附近正好有座狐狸神社，听说那里可以求姻缘，离大家也不远，于是决定就去那儿。大家陆续离开了聊天室，只剩下冰室和东岳，两人四目相对，有点害羞的互相祝福新年快乐，然后都退出了聊天室。第二天冰室一早来到神社，却没看到别人，他决定先来抽个签试试运气，结果抽了3次都是大凶。千羽说他见不到期待的人，都不敢相信，突然从梦中惊醒，新年一开就做这种梦，真是够呛。他整理好装束来到了神社，远远的就看到火鸟旁边的间画。到了现场，看到大家都穿着和服，冰室一直在等东岳，一直没看到人，想起了梦里的情景，他把梦告诉了大家，大家安慰他说是反的，不用担心。这时候穿着和服的东岳走了过来，冰室激动的捂住了脸，他怕一不小心就会大叫超可爱。布人正好经过神社旁的庙会，火鸟被章鱼烧香味吸引过去，鹦鹉被他拉着一起去了，人群把他们推散了。冰室和东岳又单独在一起了。申岛看到火鸟和鹦鹉在那儿聊天，很懂事的悄悄走开了，避免在现场尴尬的当电灯泡。他跑到一边去抽签。这时冰室和东岳走着走着，发现人越聚越多，东岳不慎被人撞了一下，倒向冰室，他几乎是本能的扶住了东岳。这么近的距离下，两人对视都显得有些局促不安。正当这时，又有小孩子冲了过来，冰室连忙抓住了东岳的手，他的手心都紧张的出汗了。东岳回握着他的手，风雪越来越大，他们3个人马上注意到了这一幕。这时候胡森的声音从后面传来，原来这神社是胡森的家，他原来是这儿的神职人员。胡森很快注意到冰室和东岳挨得挺近，看起来他们之间的距离又缩短了些。他在那边偷笑两人争配，亚岛突然从后面叫住了胡森。亚岛本以为胡森不会来，还特意给胡森带了个护身符，没想到胡森的家就是这座神社。要是胡森不收这护身符，亚岛就准备自己留着。胡森看到亚岛脸红了，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，但他还是伸手接过了护身符，请大家别在床上扭得那么厉害。冰室默默地许了个愿，希望明年还能和东岳一起过年。他紧张地看着自己抽的签，幸运的是抽到了中级。听说东岳下个月就过生日了，他看了看标志，上面写着接下来的日子会很忙碌。冰室注意到东岳一直在用圣诞节那天他送的毯子，东岳说那毯子特别暖和，这让冰室感到很开心。东岳下个月就要过生日了，他看着展示柜里的耳坠有点犹豫。小雪人在旁边鼓励他一定要送。元旦之后接连几天都是大雨，火鸟和鹦鹉跑业务回来，虽然雨天出门不方便，但和鹦鹉一起他觉得还挺高兴的。鹦鹉全身湿透了，他告诉胡森和东岳电车停运了，雨这么大转车回家很难，于是胡森决定带他们去公司附近的商务酒店住，毕竟打车比住酒店成本高多了，还是3个人一起住比较省钱。火鸟忍不住羡慕起来，他冰室不会让他去，既然他家只要5分钟就到，那天下着大雨他肯定回不了家，就直接去火鸟家过夜了。火鸟还顺道叫上了亚岛，是在办单身派对吗？冰室在想东岳的生日会怎么庆祝，外面
面突然打雷了，胡森躲在被窝里不敢露头。东岳看着胡森样子，就像看到小时候的小猫一样，立刻走过住了胡森的手，告诉他下次害怕了就找他，说他会第一时间出现在胡森身边。鹦鹉在旁边调侃，这都能比得上男朋友了。他还问胡森不是已经有伴侣了吗？胡森一脸惊讶说这是什么情况？鹦鹉露出一脸八卦的笑，不是他跟亚岛有一腿吗？上次还看他们一起去吃饭呢。胡森解释说那只是巧合。胡森也不甘示弱，反问鹦鹉不是也被火鸟频繁表白？鹦鹉摆摆手说那只是师弟没分寸，就是说话没轻没重的。火鸟这下苦了，追这个老婆不容易啊。这时候火鸟和亚岛都打了个喷嚏，他们好奇冰室在忙啥。冰室迟疑了一下，说他在给东岳发消息。这时东岳听到他们的八卦也挺好奇，但一直到现在还没谈过恋爱呢。鹦鹉和胡森也对冰室那边的情况感到好奇。这时东岳收到了冰室的消息，看起来很开心的样子，两人觉得冰室有戏。冰室看到东岳回的消息是他们三个一起喝酒的合照，申岛和火鸟都感慨真不错。冰室甚至羡慕的想变成女孩加入他们。亚岛提醒他饭可以乱吃，但话不能乱说，小心变成了欧尼酱。东岳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，冰室又做了个噩梦，梦到自己因为紧张把礼物给忘了。他整理好自己准备上班，附近办公室看到东岳和胡森在聊天，胡森才意识到今天是东岳的生日，原本打算晚上请东岳出去吃饭，但东岳说他晚上已经有别的安排了。冰室一下子觉得没了希望，可实际上东岳并没有约会，他是打算请父母一起庆祝生日，因为他觉得生日是感谢父母的时候。冰室听后松了一口气，决心在下班前把礼物交给东岳，于是他找机会和东岳单独谈谈。但今天东岳特别忙，他试了几次东岳能找到合适的时机，不是东岳忙就是他自己有别的事，这也让他发现东岳在同事中很受欢迎。冰室终于鼓起勇气走上前去，恰好东岳也有事想问他。等到两人都不忙的时候，冰室问东岳下班能一起走路吗？东岳同意了。冰室更紧张了，他摸着口袋里的礼物，担心自己选的礼物不够好。他担心在东岳眼里他只是个还算不错的同事，比起送礼物他更希望能让东岳开心。但越紧张就越觉得激动，他的冰洗能力不小心把街上的树都冻住了，这意外营造了一种浪漫的氛围。他本以为这会搞砸一切，东岳就觉得这景象太美了，真是太棒了，还以为这就是冰室的生日礼物。冰室这才鼓足勇气拿出礼物和东岳接过后打开一看是雪花耳坠，冰室还担心他不会喜欢，没想到东岳当场就戴上了，还问冰室觉得怎么样。冰室简直心动的不行，尤其是东岳还问他生日想要什么礼物。就在这时，胡森经过休息室，听见冰室和亚岛聊天。昨天他终于鼓足了勇气说了一句话，请和我一起住。胡森被吓了一跳，以为冰室要和东岳搬到一起了呢，结果知道东岳并没有搬家的打算。胡森一脸懵，是自己想象的爱情故事崩了吗？于是他赶紧去找冰室确认一下。冰室吓得脸色发白，他怎么会想和别人住在一起呢？他是想收留一只无家可归的小猫，因为每次看到小猫都特别激动，他想要领养这只小家伙，为此他每天都在练习怎么控制情绪。昨天他终于感动了这只小猫，小家伙甚至开始蹭他的脚边了。所以昨天他说了那句话之后，他特意准备了一套收养小猫的工具。东岳知道了这件事后，说有需要帮忙的话随时都可以找他。他问东岳下班后能不能一起来照顾猫咪，东岳一口答应下来。冰室开心极了，两人感叹一番。冰室在东岳面前还是容易紧张啊。晚上他们一起在公园里转了一圈，冰室突然意识到他正在和东岳散步，整个人都兴奋的不行。这时候东岳也看到了那只小猫，冰室花了整整1个月才接近到小猫，东岳却轻易就抱住了它，真是个养猫高手。冰室一时不知道是羡慕小猫还是羡慕东岳，听东岳夸赞自己时，他忽然脸红了，表示自己一定会照顾好这只小猫。但东岳觉得这猫似乎和人很亲近，难道是别人家的猫咪走丢了？两人看向附近的电线杆，果然上面贴着寻找这只猫的启示，和他们找到的小猫一模一样。最后他们把小猫送还给了它的主人，原来是被雷声吓得从家里逃出来的。冰室向小猫告别之后，还是忍不住有点伤心。看他这样，东岳决定邀请他到自己家来，因为他家的猫对人特别友好。虽然剧中没有养成那只小猫，但去东岳家还是可以的。冰室兴奋的几乎快控制不住了。那天周日，他特意早早起床，谁知道他妹妹小雪也起来了，看起来心情挺好的。他们谁也没透露自己的行程，只是各自有计划。冰室买了蛋糕，匆忙出门，虽然目的是看猫，但他更希望能和东岳更亲近一些。他终于到了东岳楼下，按下门铃时紧张的不行。东岳抱着猫欢迎他进门，猫咪似乎对他特别有好感，不停的对他喵喵叫。冰室忙不迭的把蛋糕递给东岳，一走进门就感到无比幸福。冰室身边似乎有光芒闪耀，他开玩笑说那是钻石尘，在感到幸福的时候周围就会飘起来，这是他早就穿越成了玛丽苏剧本了。看到这么可爱的猫和东岳，简直是心动的双倍打击。光坐在客厅他就快乐的不行，于是拿出了给小猫准备的玩具，结果猫对纸箱更感兴趣。东岳决定拿出冰室带来的蛋糕，冰室想过去帮忙，他们手不小心碰到了，东岳下意识的退了一步，冰室立刻吓得道歉。东岳脸红说他不是故意的，气氛突然变得有点尴尬。就在他们俩脸红的时候，门铃突然响了，东岳去开门让爱人进来，没想到来的是他妹妹小雪。原来小雪这阵子经常过来找东岳玩，难怪他今天这么高兴。东岳提议一起分享蛋糕，面对这种邀请，小雪怎么可能说不？冰室心里真是难受，本来以为能和东
东岳单独相处。就在他失落的时候，东岳突然提出能不能下次去他们家玩。兄妹俩一愣，冰室马上接茬，赶紧说一定要来，太兴奋了，不小心又下了场雪。冰室担心小猫会害怕他，但东岳笑着说不会的，猫咪其实挺享受这场室内雪的，毕竟宠物跟主人一样嘛。销售忍不住哦了声，哥哥这次有戏。冰室心情不好，没注意到小雪的话，但最终和小猫的关系还是好了许多。他在公司的害羞模样让旁边两个爱八卦的同事笑了。那天冰室和东岳在车站遇见，车还没到有点时间，两人挑了一样的便当，又是一场美味的邂逅。这次出差是两人一起的，副长亲自安排的，目的是去见一个重要客户。冰室负责主要事宜，东岳则是作为支持加入，做得好部长。车上两人聊起了小猫，互相邀请对方去自己家玩。这时东岳注意到他们昼夜晚上不提供餐，冰室早就做好了准备，查了附近的餐馆，正好可以约东岳出去吃。东岳觉得这次出差挺远的，一开始还有点担心，但有冰室在就安心多了。冰室心花怒放，东岳夸我靠谱。两人到达了工作地点，开会时候和客户讨论，但这事情进展的挺顺的。冰室心里觉得这下稳了，但是下班后情况变了，他突然发烧，感觉很难受。东岳看他这样很担心，觉得干脆取消算了。冰室坚持非要吃这顿晚饭，话音未落，因为高烧，体温高升，他变成了小孩模样。东岳过来帮他检查体温，冰室觉得有点小开心，却听到东岳提出要取消晚餐，但还没来得及感到失落，东岳就拉着他向酒店走。本来想用冰块帮他降温，但烧得这么厉害，只好等烧退了才能恢复成大人。东岳把他带到酒店，冰室叹了口气，没想到出差途中会发烧。突然之间，东岳决定把冰室留在自己房间，毕竟现在他还是小孩子模样。东岳本来打算自己睡沙发照顾他，但冰室不愿意，两人争执中不小心摔倒。你这小子肯定是不小心的，故意不小心算怎么回事？两人脸红耳热，正当时电话突然响了，冰室赶紧接电话，原来是部长打来的。东岳注意到冰室烧又重了，所以他赶紧休息去，说工作的事自己会报告给部长。冰室心里觉得很抱歉，尤其是看到东岳还想着给他买东西，他担心东岳会嫌弃现在的自己，迷迷糊糊中就睡过去了。东岳也挺担心冰室的状况，回到酒店看到他已经睡着，觉得他小孩的模样挺可爱的。等冰室烧退醒来，就看到东岳在沙发上睡着了，看着东岳安静的睡脸，忍不住想要靠近一些，然后突然意识到这样太近了有点不妥。你不觉得这时候说这些很奇怪吗？真是白给你机会，你还不会用。不过小提醒一下，暧昧也得是双方都有意的，否则就是不地道的行为了。第二天当东岳醒来，发现冰室整晚都没睡觉，可能是觉得自己独占床位不太好，于是就干脆工作了一整夜。东岳叹了口气，叫他一起来吃早饭。结束出差，两人一起回城。冰室心里有点失落，和东岳的独处时光过得实在太快，他本想再多陪东岳一会。这时他们注意到河边的樱花开了，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是这里。那时东岳还头一次看到有人把自己给冻成那样。从那以后已经1年了，这1年里的种种记忆在他们脑海中闪过，那些纯爱的瞬间让人难以忘怀。东岳说他从小就被说冷淡，他以为自己会这样过一辈子，但遇到冰室之后一切都变了。冰室因为是雪女后代面红，做什么事都不容易，但自从遇到东岳，他开始尝试想做的每一件事。两人相视一笑，然后一起回到了公司，4个同事热情地迎接他们，然后趁着樱花正好全盛，大家相约一起去赏花，赶紧去办证吧，别逼我来催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